阿平終於快要受不了了，生活在這個地方連個上廁所的地方都沒有。起床後的阿平心一橫，準備徒手搭建一個衛生間。一個懷孕的女人沒有衛生間實在是太不方便了。說幹就幹，阿平早上起床後便開始謀劃了，背着鋤头拿着砍刀就來到了自家後院。這裡目前還是雜草一片，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。阿平毫不猶豫揮着砍刀開始清理這一片雜草，因為長時間沒有打理，這個地方的雜草非常多。清理完雜草之後，阿平就開始翻鬆土地了。先把需要用到的土地全部用鋤头翻一遍，接着拿着鏟子在這片土地上開始挖坑。這個坑將來是用來儲存糞便用的，糞便成型了，阿平還可以用來澆灌土地。沒過多長時間，阿平已經挖出很深了。然而懷着孕的他幹這種粗活非常辛苦，坐在土堆上簡單的休息了一會兒，就打起精神繼續開始忙了。挖好土坑之後，再把周圍的泥土全部清理乾淨。接着阿平找來了一根藤條，簡单的測量了一下土坑的长度。有了尺寸之後，阿平就方便多了。只見阿平拿着这根藤条走進了後山的樹林，打算在這裡尋找一下搭建廁所能用的東西。阿平兒運氣很好，在這裡發現了一些被人用剩下的木頭。用藤條測量一下木頭的尺寸之後，接着拿着砍刀就朝着木頭砍去。阿平很聰明，並不是全部把這個木頭砍碎，是在木头兩頭砍出一定尺寸後，然後用腳用力一踩，木頭就被分割完成了。處理好木頭之後，就準備往家裡運了。由於木頭很多，如果一個一個往家裡運，阿平就需要往返好多次。於是他靈機一動，找來了一根竹竿，把這個竹竿切成一條一條的竹條，然後再用竹條把這些木頭兩個綁在一起。這樣阿平往回運就方便多了。把這些木頭先豎起來，然後咬緊牙關，阿平使出了全身力氣，才勉強背起了木頭，一步一步艱難地朝着庇護所走去。阿平來回跑了7、8趟，才終於把這些木頭全部運回住所。接着阿平就迫不及待了，開始在坑上搭建了。拿來了一塊木頭，比劃了一下，尺寸剛剛好，這完全符合了阿平的預期。不大一會兒，一個簡易的糞坑就搭建完畢了。然而接下來還有更難的搭建工作等待着阿平。希望阿平勞逸結合，該休息的時候一定要休息一下，如果太辛苦而傷着孩子了，就得不償失了。另外也期盼阿平早日完善自己心儀的家園。